接下来我们邀请 Jessica 老师带我们进入 Genius 亲子游学的特别体验，欢迎 Jessica 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 Jessica，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亲子的课程。所以可以看到菲律宾他们的国旗代表都是这种，也是一样蓝天白云哈，跟我们台湾国旗很像。对，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特色了哈，它也是多元种族的国家。那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它的历史背景，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。这是一个为什么它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学习英文的环境。第一个是它是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嘛，是Marquess of Islands， 它是一个多岛群的国家，是7700个岛屿，所以它的天然环境是蛮有趣的。它的海是相对台湾清澈不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colorful fish， 对，还有那个 whale shark 很好。对，那再来就是因为它曾经被西班牙殖民333年，再加上美国殖民48年，所以它的英文啊是有点混合这两个国家语言。可是因为后期是美国嘛，所以他们的只要是大学毕业以上的程度，老师的发音标准都蛮好的，就是可以很道地，所以不用太担心他的口音。而且他们也会有邀请欧美的老师们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学校跟老师们。我们是 Genius School， 好，那这个画面比较特别。Genius 是少数是A级等办的学校，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其实在台湾就是教英文，那我本来就是要懂各国的文化，可以在课堂上教给学生嘛，所以其实我孩子可以学英文，自己也学到很多啦。我是蛮喜欢这样子的环境，那但是也要看每个人的需求，因为像因为大家对阿拉伯跟蒙古的概念应该会比较陌生，那他们的风格会是属于深色系列的，但一般台湾能接受的都是比较欧美明亮系列的，所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可以排去1次或2次游学来让自己更熟悉。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比较适应明亮系的，那你就先去，那可以再去第2次，就体验不同的文化。因为其实学英文最主要是要跟人家沟通，而且不是为了考试啦，这样就是透过英文认识世界各地的人，这样才真的是享受学习这样。好，那是因为他是埃及人跟俄罗斯人办的，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是占大多数，再来就是蒙古人。他们是应对的方式，那再就是中国有台湾、日本跟台湾差不多的比例过去的哈。对，那你看中间最左边那就是蒙古的老师，右边的那个灰色长裙的他就是俄罗斯人，所以我这辈子都没看过的人都在我前面出现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我就印象很深刻。在我的教学现场上，就是可以更生动的分享。那右下角就是欧美的老师看得出他是美国人，所以所有的学校都会排几个欧美的老师，所以是蛮多元的学习。他会有8堂课嘛，4堂1对1，4堂团体课。那4堂团体课里面有2个是音乐跟画，对，那这2个就可以自己斟酌要不要增加。那1对1我觉得效果对孩子最好。是我儿子是小4过去嘛，他今年升小5，对，但是也不是我们家的儿子哈。对，那个今天他们的老师都蛮年轻的，所以其实很可以跟孩子互动。我是蛮建议孩子小就可以送出去了，因为他们的可塑性最大，不要等已经国中或高中，其实也都有不错啦。那时候去，可是我会觉得有点晚，只是像中国人他们就比较卷，他们小1就把孩子送去了，所以他们会对他学英文比较动机，回台湾或者回自己国家学会比较快了哈，这是可以参考的，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很年轻的老师嘛哈，那他们也会自己分级哈，比如说东方的孩子自己在一起，那会跟老师1堂课，然后西方的孩子是跟老师1堂课，因为东西方的积极度会不太一样，所以台湾跟中国跟日本的孩子他们会在一起，这样学习才不会落差太大，所以他们其实是蛮有考量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不过他们的课会有一块需要，如果我觉得他可以调整老师的进度跟换老师这件事情也是蛮好的。对，只要提前讲，他的下一周可以帮你换课表，这是我觉得不错的地方。爸爸妈妈跟着去的好处就是，你可以随时看孩子的状况，然后进去跟老师谈。对，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，而且真的 CP 值蛮高的哈。好，那这个学校它好的地方是，你看右边这个是它可能可以开没有声音，这是自修室，下课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念书哈。那有一个环境。中间它都有每一天都有课后课，礼拜一是固定迎新，礼拜5是固定毕业典礼，中间3天就排不同的课程，可以跟各地的人一起进行一些英文的活动这样。好，那个最左上角他们会有游戏室，中间下课10分钟可以让孩子可以调剂一下身心，所以其实是孩子我觉得我儿子学完之后是蛮开心的，因为他蛮多回忆的，不会觉得一天8堂课一直上英文好累，其实不太会，回来的时候真的是能量满满。好，这是住宿的环境，其实我觉得他的住宿也蛮不错的，其实空间够大，我是比较推荐爸爸妈妈跟孩子住一间，就不见得要跟别人同一间，因为其实有很多生活习惯是要一直磨合。孩子他已经学一整天英文，他可能还要适应不同的人的生活习惯，我会觉得有点辛苦。但是所以自己一个房间是比较适合，而且住宿加课程这样子整个下来才10万出，我觉得非常划算，所以不用
不用为了再省几千块而跟人家合并啊。就以台湾的习惯，我是比较建议自己亲子就一个房间这样。对，然后虽然它有2个床，但它的床是可以合并的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是有点半分开的。但是你可以加一点钱，有一种房型是像我们是边间，所以它是长条的，那有加1-2千，它可以是正方形的房型，是落地窗面海，就那个 view 蛮不错的哈。好，但不过唯一的地方就是它的电费有点高，要有一点心理准备，是它的电费是要自己算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。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孩子，就白天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自修室可以省一点电费，对，那我们就会排出去玩，这也是一种方式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Genius它好的地方，就是它有2个玩水的地方，我觉得不错。就是一个是因为它右边那个是 EGI 的 hotel， 它就在学校旁边而已。对，那左边这个是大概走路8分钟而已，也蛮快的。那它是一个5星级的度假村，它的海滩可以开放给我们用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就那其实它都可以免费拿票券，是周末才能使用免费的。但你可能人比较多去，可以多拿几张，那你偶尔就有几张可以在平日晚上用，其实也是蛮可以放松身心的。我儿子每天都会去玩水，对，但是他蛮快乐的一个时光哈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那就是这是校园外面的环境，它的下雨跟台湾差不多啦，就让大家认识一下整个的氛围这样。好，下一个就是 EGI Hotel， 嘿，好，这个我们会认识很多国家人，我们最主要是认识中国人啊，我觉得他们蛮多资源的，而语言也比较相通，所以会比较在一起。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希望学英文，你还是可以给自己机会，尽量多接触外国人啊，比如说蒙古人，或是阿拉伯人，或者有一些是欧洲人，有一些学校有欧洲人，所以就可以多讲英文，看你的定位在哪边。我是想说放松，下课就放松一下，所以我还是让孩子接触中国人，所以就看大家的定位，这样我儿子会比较有动力学。好，你看左边就是阿拉伯人，右边就是蒙古人哈，只是很不一样，他们都有自己的 culture line，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，就蛮有趣的。好，那周末我们是1个月4周嘛，那3个礼拜的周末出去玩，所以我们第1周就是去野生动物园。对，这我觉得自己排行程蛮不错的，就可以比较依照自己的需求。好，这是700公顷的野生动物园，蛮推荐的。好，下面，好，这就是那个刚刚 Tony 说的是 whale shark，Brina 有讲哈，它其实是一只鱼，它不是鲨，所以不用太紧张。对，那你可以带那个 goggle。就是真的潜进海里面学，我觉得台湾很难接触真实海里面的游泳浮潜，去那边玩就可以完全沉浸在那个氛围，是学到另外一种能力，又很放松很有趣。那个鱼好可爱哦，好，那你也可以排这个 Ocean Park，这 SPA 也可以去体验，我觉得它 SPA 真的很划算，一个90分钟只要600块，很便宜，有品质，因为它是大部分都韩国人开的。好，这就是 Ocean Park 的，就是还可以看到老鹰秀啊、母秀啊、大型的鱼的。就抱着那小金鱼跳舞，蛮可爱的哈。好，这是资生堂岛，就是资生堂的化妆品真的在这边拍哈，它真的是蛮适合拍照的。那人很多，那你可以真的，而且它还会这边你搭船出去，它还会下去，救生员会下去。应该说教练会下去把海星那些拿出来给孩子们摸哦，哇，第一次摸到海星感觉很有趣哦。对，还有抱整颗椰子在喝，这都是很难忘的回忆。好，下面这是市区的导览，刚刚那个 Sabrina 她也有秀一些图片哦，我觉得市区也很值得去看看哈。他们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。好，OK， 下面每个礼拜我都有毕业典，我就想说，这个是他有2个表演，第一个是唱英文歌，好，知道一起唱的。那他们的装扮是因为我们想分享台湾的文化，因为他们东方人都比较害羞嘛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出来多交流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表演完之后，大家都觉得蛮惊艳的，很喜欢我们原住民的舞蹈。我们是跳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，小孩子印象很深刻，大家又很开心，可以做比较深度的交流。好，就是那个就是会跳舞的现场哦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啦。就是非常难忘哈。我稍微讲一下交通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点心理准备，因为它毕竟它的人力资本比较实惠嘛，所以它的交通上是的确可以要适应一下，先有心理准备去就不会太 shock。他们有吉普尼是美国之前在那边战争有很多吉普车，他们当地人很聪明，然后包装观光完就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卡车，可以载的，它又很便宜，所以它看起来刚经过去的才是这种车一样，所以你可以进去里面搭，是坐短程的。对，那还有它可能红绿灯比较少，要拦车过马路，这里适应的你就觉得去那边蛮适应的。好，下一个。然后最后左边这个是 tricycle 3轮车的，东南亚其实蛮多国家都有这个，也是 tuk-tuk 吧，大家应该知道。好，那总结一下心得，就是我觉得孩子就菲律宾至少去1次，我觉得蛮值得。但你可以去2、3次，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你适合的学校也可以，因为它真的会是目前所有的学校游学机构就跟欧美比起来，它是最深度学习，因为它比较像我们台湾的文化，我们都是东方人。对，然后1对1的成本其实很高，但是菲律宾可以做到这样，我真的觉得蛮厉害。那我儿子其实是我们他们都是 speaking 跟 listening 比较弱，那刚好可以比较深度。这在国中前尽量赶快把这2块能力带上去，到读跟写其实都放得很快就 OK 了，到国中再补就好了。所以我是蛮推荐可以亲子游学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好，就是孩子越小去越好，就是只是说要一个大人陪，但是也可以请代办的陪这样好，只要签署一些
一些陪伴的那个契约条款就可以。好，第二就是我刚刚一两点我就讲过，第三个就是它的大自然真的很不错，就是它没有重工业污染，所以海里面是很清澈，可以看到很多很惊艳的鱼啦吼，然后海龟啊、金鲨啊等等。OK， 好，那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心费用，我觉得10万零多少真的很便宜、很划算、很优惠，然后可以去1个月。那当然就是越高越多，当然是你的人力效果会更好啦。好，以上是那个我的简单分享，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我们做交流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杰西卡老师哈。他这次去哈，我现在想想，真的10万1个月，在台湾好像我们出去几天就差不多也要快1万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你在那边真是其实非常划算。非常划算。那其实当然很多人对菲律宾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以前对他印象也是很不好。但是你看到他没有重工业嘛，他没有什么，所以他现在还蛮自然的。好，虽然说他们的有一些措施或是治安没有台湾这么好，那但是我们不要去一些暗巷，不要去挑战一些很危险的地方。晚上不要落单啊，你落单真的是很危险。那就正常的跟大家同出去人多的地方，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。刚刚讲到 Genius 这个学校我有去，因为现在是我第一个去的。那去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就像那个杰西卡老师说，他是埃及的那个老板嘛，对。那所以他来的学生当中，埃及、俄罗斯比较多。我一听台湾学生反而很少哦，很少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台湾学生也希望找一些亚洲人不要那么多的，刚好这间蛮不错的。那谢谢各位老师。我要克服一下，就是我拍摄有不错，我们要鼓励自己多讲话，这样才会进步，真的。